刚刚 Vova 讲到下山哈，我就顺便再强调一下，我是讲很多次，很早就讲了，可是因为你们没有自己去试啊，所以讲过在头脑里面，没去试就忘了。我们只要往下走的，下楼梯或者下坡，走下坡或者下楼梯，一定要用侧身或者半侧。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侧脚的时候啊，那个脚下去啊，脚的摩擦力的部分跟地之间摩擦力的部分比较大，比较宽所以比较有阻力，你不会冲那么快。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你下山的时候，你已经很累了，腿会软腿会软。你如果是脚尖向前的，膝盖向前的，你的腿一软，膝盖一软，一下子你就往前翻了，你就往前滚了，就倒了。那脚是侧的话，我们侧着下的时候，当我脚一软的时候啊，我脚一软，我倒下去，我是侧倒的，我不会头往下滚，我是侧倒。你一侧倒，你屁股就坐地了，跟下楼梯是一样的。老人家或者腿没力的下楼梯，一定要跟他们讲，下楼梯要侧着下，否则那个楼梯很危险的。老人家或者什么，你的腿一软，楼梯上面一磕再一滚就完蛋了。所以你楼梯你一步一步你侧着下的时候，你看你腿一软也是一样，它是横躺在阶梯上的这种都头不会往下滚。然后下山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重心要有一点往后，重心要有一点往后。上山的时候，重心有一点往前；上楼梯的时候，上山重心有一点往前，用重心来调整那个地面的不平衡这是基本的原则。然后顺便讲一下男生或者我们跟女士或者跟老人家出门，如果是上楼梯上坡，你要走在他们的后面，因为后面是防他倒下来往下下楼梯下坡，你要走在他们的前面，也是防止他们倒了往下倒所以这都是在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当然一般礼节说老人优先女士优先有些时候是不行的所以要注意到这个环境当我们跟一些人走在一起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对方的强弱，所以你要做这个防范生活上面很多时候要做这样子的防范的要记得下楼梯下坡的时候，我们要在他的前面；上的时候他往下倒，所以我们要在他们的后面。你不要说像传统的礼貌站在他的左后方、左斜后方他一倒往前倒往后倒，你都没有办法很多时候安全性的照顾跟那个礼仪性的照顾你要分清楚好，那今天我们来这个椅子就摆成这个样子了那是前面的人没收嘛。那既然已经摆成这个样子了，我们就想办法来用它要我们自己摆还要花很多时间的来用它。我们等等看怎么来使用它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来练一下旋腕
刚刚有提到，因为我一直没有教旋腕，因为它的强度太大，还有我上礼拜跟你们讲的很多旋腕，你做大力的，你的肘关节不能开的话，其实那个骨位会跑，骨位会偏移掉啊。所以在你们能主动的打开肘关节、打开关节以前啊，我比较没有那么常教你们练旋腕。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侧旋腕，侧旋腕是比较好做的。然后呢，你们不要做那么强啊，就是缓慢的做，延伸跟拧转，同时是缓慢的、轻力的，不要做太强啊。好，来试试看侧面。好，手指往两边伸，手要直，还是一样，这还是一样要拉出那个线来。好，现在手指继续往两边延伸，然后成一个弧形，延伸出去，弧形，所以手腕也是弧形曲折下来，保持到那个曲线，保持曲线的延伸，保持你手指的方向性。好，在这边停一下子，把肌肉放松掉啊，去感觉你这个拉起来延伸啊，从手指的关节到手腕、手肘到肩膀啊，这条线要到肩膀啊。好，现在轻的手肘不要动，从手指慢慢的往上旋到你认为肘关节快要动的时候就停啊，在那边停，感觉一下，感觉从你的手腕到手肘之间的那个拧转力，不要大，就很轻的，停一下。好，继续小臂继续拧哈，然后走稍微曲一点，然后现在是走到肩，还是一样，慢慢的轻柔的拧到肩膀，到你的肩感觉有往后翻，停。你如果没有往后翻，停住的时候，慢慢把你的肩部的肌肉松掉，拧转力继续走。肩部肌肉松掉啊，然后看能不能牵动你的肩关节往后转。好，现在手指打开，手指尖往外往下延伸，手指尽量往下，掌根往外按。好，现在大拇指往大拇指的方向，由大拇指带，转动手腕，手肘不要动，转到指尖朝上，往外按。
好，现在大拇指继续走，手肘先不要动，转到指尖向前，掌根往外按。这个时候手还是直的，手肘要直。当做到走到肩的时候，手肘才稍微弯。好，手肘稍微弯，继续指尖继续往下，做到走到肩，尽量不要驼背。好，指尖往外勾起来。好，指尖往下打开，变成掌心朝上。好，指尖往外走，往上卷曲，勾起来。好，手肘不要动，往下，指尖往下旋转，直线还是要往外走。好，指尖往后走，这样走到肩，走稍微弯曲，走到肩。好，打开，指尖向前，掌按。好，转回来，勾，回来，稍回，沉肩坠肘到手腕落下。好，活动一下。